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叫 Alice。我是一个住在矽谷的台湾妈妈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推荐大家10款适合10个月以上可以让宝宝玩超久的玩具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些玩具呢，都是宝宝他可以开始自己坐着、开始爬、自己走的时候呢，这些玩具呢不止好玩，还可以帮助宝宝发展关键中的技能。这些技能呢，还包括手眼协调、语言发展，还有大肌肉运动、感官探索等等。所以选对玩具很重要。重点是他们可不可以玩得久一点，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放松一下。那我们就开始介绍吧。首先我要推荐的第一款玩具呢，就是这个字母拼图。OK， 我先介绍它的外观好了，真的超级可爱。然后上面有这些小眼睛，你每次打开都有一个惊喜。它就代表这个英文字母的开头，比如说 A 是 Alligator， B 是 Bear。像我儿子 Remy， 他最喜欢的是 L， 因为是 Lion， 他就每次打开就是 Raw。我的目标是我每天会教他一轮，他就会这样自己拿着。他这个玩具你还可以去拼它，比如说他的名字怎么拼啊，还是爸爸妈妈的名字怎么拼。它可以训练他抓握的能力。它还可以是拼图嘛，你还可以训练他手把这个拼图放回去。对，其实这都是很细小的动作，可是呢，可能对小孩子来讲现在还是很难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的训练，慢慢的教他这些英文单词代表的意思。他自从玩了这一款玩具之后呢，他现在1岁半，那1岁4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让他玩。他每次看到书上面，比如说有 L。他就可能会指出来，我们大人会尽量去引导他们嘛。比如说我们衣服有字母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指指点点，因为就好像有印象嘛。总之我就觉得超级可爱的，我超级喜欢，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玩具呢，它也不是很贵，大概台币300-400块左右就有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住在美国，你可以在影片底下找到我 Amazon 的链接。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款玩具。第二个我想要推荐的就是钢琴，不知道多少人去推荐钢琴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都知道音乐对宝宝的大脑发展其实很重要。其实一台钢琴可以让小孩子去探索不同的音阶，可以训练他们的听觉，可以训练他们的手部协调能力。像我的话，我是直接给他一台成人版的。我自己就有在弹钢琴，我算是一个还蛮重视音乐的妈妈，因为我自己就会弹钢琴。然后呢，有时候真的觉得说玩那么多玩具，还不如弹钢琴嘛。你可以训练那种音感。其实小孩他自己去摸。比如说他会坐着的时候呢，我有时候就会把它放在钢琴前面，然后他就用他的小指头这样去弹，他就可以去听那个音阶。然后我会附上一些旁边会放一些影片，就是他在弹钢琴。他从很小，然后到1岁半这中间，就是每天都会至少会想要摸一下钢琴。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小孩子的音感的发展其实也是蛮好的。我们家的床很矮，然后呢，有时候早上起来我们钢琴放房间里面，早上起来呢，因为大人还没有起来，然后他就自己会爬下床，然后呢自己去按那个钢琴，我们就会其实有一点小感动。如果你有预算的话，我其实建议你可以直接买一台成人版的，然后8个音阶的，因为就是与其买一个儿童版的，还不如直接来真的，你就可以用比较久。以后他长大了，他还是可以用。我也很推荐我们家这台钢琴，因为它里面有录制非常多的古典音乐。因为你知道小孩子现在就是很喜欢去按那些按钮，他就是很喜欢去按来按去，然后常常会按到古典音乐，就是不同的古典音乐，不同的乐器，因为这是电子琴嘛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小孩很好去探索的一个好工具、好玩具。一般小孩子，10个月以上会做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玩很久，而且大人在旁边听也不会觉得那么烦躁。比起一些儿歌还是什么的，相比之下，大人听了也比较不会发疯失控。Anyways， 如果你住在美国，我也同样放上 Amazon 的链接给你参考啊。我会建议买，就是也是要让
这个电子琴有一点重量，如果以后他有兴趣想要学钢琴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让他从这个开始，让他更熟悉这钢琴其实是有重量的，而不是像有一些电子琴它没有重量，就是跟真的钢琴其实差很多。Anyways， 我会把我推荐的电子琴放在影片的资讯栏给你们参考。第3个我想要推荐的玩具呢，这个叫 Water Wow，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。那如果你住在台湾你买不到的话，你可以私讯我跟我讲。这个呢，就是你这里会附一支笔，然后里面你这边呢可以打开，可以加水。OK， 加了水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这个上面涂，用这个水，就是妈妈很怕颜料，这样涂了之后呢，它就会有颜色出来，它就会显示出来嘛。涂了之后有颜色出来，它还有一点香味，它很好玩。它这边就是有一些任务，你可以让小孩尝试去找这些。它过一阵子它会自己干了之后，你又可以用。这个完全没有就是颜色嘛，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是干净的。这个也蛮值得，它大概也是300-400块台币，大概10块钱美金吧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训练他的手眼协调能力嘛，还有看能不能对画画感兴趣。那如果你想要颜料的话呢，我是推荐这第4个玩具，就是那个水彩笔。我也是推荐这个颜料，它叫 Ultra Clean Washable Markers， 就是有10种颜色嘛。然后呢，它就是跟普通的水彩笔一样。然后我小孩现在就是很喜欢这样涂，现在1岁半，然后点，这个颜色还蛮深的。然后你画到手、画到衣服、画到桌子，其实都可以用水擦掉，或者用湿纸巾擦那个桌子。像这2个画画的玩具呢，就是可以帮助小朋友手眼协调的能力，还有他的创造力。如果你想要训练小孩子画画的能力的话，我还蛮推荐这2组。然后再来第5个我要推荐的玩具，就是大型的遥控车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很扯，我儿子一直都很喜欢车子，那刚好我侄子侄女在台湾也有一台，然后他就回台湾的时候就每天都玩，所以回来美国呢，我们也买一台给他，然后我们买一台保时捷，就是完成爸妈自己想要的梦想。大人买不起，所以就买小的。那其实小的才大概200块美金左右，它的质量真的还蛮不错。而且因为我老公是一个保时捷迷，他也看得出那个 detail， 这个细节真的做得很好。我会推荐买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推车其实还有点难满足小孩，然后特别是小男生真的很喜欢车子。其实买一种这个小车子呢，其实也可以训练他们的平衡能力。一开始他还不太会自己上车，现在很会自己上下车，可以训练他们的平衡能力。然后呢，也可以让他们提早体验到就是驾驶的乐趣。因为像这一台车，它可以就是大人遥控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，其实小孩子也可以用脚踩自己加速。那这个就是比较适合稍微大一点，所以我就说，等他可以坐，然后比如说会走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遥控车呢，可以用很久，特别是如果你去公园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过去。有时候在家可能太无聊，然后你就是让他坐个小车，然后出去兜个风，也是蛮不错的。那顺便提一下，它上面也是有音乐的功能，里面有内建一些音乐。然后它可以去按，也可以听故事，英文的故事。它也有蓝牙功能，可以连接大人的手机，所以你也不一定都要听里面的。再来，它还有头灯，还有安全带，我会放上连结还有影片给大家看。要是可以的话呢，你可以透过我的 referral link 去买，你不会付比较多钱，但也不会有特别什么优惠，但是我会收到很小的佣金，就当做算是你帮助我的频道，先在这里跟你说谢谢。然后第6个玩具呢，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小火车，它是有字母的乐高，它可以这样剪。有没有？它是一个小火车嘛，它还可以这样拼接在一起，可以拆开。它还有一个有声的，
噔噔。我儿子还真的蛮喜欢这个，因为他喜欢车子嘛。这个玩具呢，我觉得是结合了车子、乐高还有英文字母。如果他对这个玩具没有兴趣，他按一下这个音乐，它可以帮助他记忆，以后可以学这个 ABCD 的这首歌的节奏。我觉得还蛮好的，而且它是一个乐高，你可以建造自己的火车，你各种不同颜色、不同大小的，也是训练他的手眼协调能力、他的创造力。像我老公还蛮厉害，他用不同的 blocks 积木去盖一个车门，所以你就可以用小车这样经过，其实还蛮好玩的。我觉得在隐形当中让小孩子可以学到字母还有创造力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的。这个一样我也会放链接在影片底下。这样，第7个我要推荐的玩具呢，就是在台湾买的，这个叫做小牛机，这个就是点读笔嘛，它有附赠非常多的东西，比如说它有附赠这个，打开之后呢，你可以，比如说这个可以英文歌。有钢琴谱，还有你只要点上面任何的东西，它都会有声音出来。这个是唱歌的嘛？它还有像一本这样的，你可以点上面的蔬菜啦什么的。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值得，一开始它连开都不会开。你想要用新的这个东西的话，你要先点一下这个。有时候它点这个哔哔哔，就是点不出来，它还会翻过来。这个东西真的是他每天必玩的，而且他真的在上面学到很多东西。睡觉前的，我觉得他至少每天会花半个小时在这上面学一些蔬菜水果啦。像有一页是有交通工具的，他就可以听到不同的交通工具是有什么样的声音，还是说动物的叫声是什么。除了它有书本类的呢，它还有这种卡片类型的，像这个卡片类型还蛮不错的。有一个是唱歌的，每天都要点它，很像点读机。有一页是古典钢琴的，有一页是诗词的，它每天都要拿出来点一下，就听一下。像这个是悠悠 TV 的歌。就是比较经典的，就是连我小时候都有的歌，然后还有童话故事，就是他大概1岁3个月的时候，我们会带这个出门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车上这样点，就是不用看手机，看这个就好了，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音乐，而且他可以用超级久，连我老公不会中文都很适合跟他一起学这个，因为他这个上面有英文有中文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住在台湾，我真的还蛮推荐10个月以上这一套，它有写0到8岁，0到8岁就可以用，我真的超级推荐的。还有它这个盒子嘛，也是训练手眼协调能力，要怎么打开，然后盖起来。这是我推荐的第6个玩具。第7个呢，我推荐大本的2手书。像我后面这些书啊，都是我在美国的图书馆有一些2手书，他们用很便宜的价格买。比如说我这一本，我朋友用原价买要22块美金，大概600、700、800块吧，我用2块钱买到了。虽然这不是小孩子看的书，但是我觉得小孩也是可以去看这些，你们也可以跟他解读。比如说这一本，我儿子大概7、8个月的时候，反正会翻书的时候，他很早就会翻书，他就很喜欢这样翻。我的建议是不要教小孩子怎么去撕东西，因为我从来没教他过撕东西，所以他对书籍都很爱护。像这种大本的，你就给他练习翻书，他会觉得每页都很精彩、很有趣，有很多颜色。像我这一本是5000 Awesome Facts， 我是用2块钱美金买到的。反正大人不会无聊，每次大人我们读一页都觉得好有趣哦，也可以跟小孩子分享。反正我们现在要建立的，让他们有一个翻书的习惯，让他们习惯翻书、看图，反正对语言发展有帮助，也能透过我们来讲故事来学习新的单词。小宝宝看的那些洞书呢，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他们会担心不要给这样的书，
那我反而是反派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妈妈就是只给小孩子那种动书硬的书，因为其实这些书呢，一般大概只有几页就没了。爸妈，如果你小孩子真的很喜欢撕书，那就没办法，只能买比较硬的书给小孩子。但是我建议，其实你可以买可能青少年就可以看的书，剩下的书呢，你可以去图书馆借就好了，也不一定要买。像我甚至是买到这一种，从他会翻书的时候，你看这是他的书啊，每天都在翻，一页都没有撕坏。所以我觉得你要相信小孩子的智能，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。像这个是我也超级推荐的，这个野猫军团超可爱，超。第8个我要推荐的玩具呢是一颗球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买玩具的时候会想得太复杂，其实买一颗球，他们就可以很开心。你可以跟小孩传球、丢球，可以踢球了。反正就是带着一颗球，然后去公园的草地上面。跟小孩子玩，训练他们的肌肉啊，让他们跑啊，学着跑，学着踢。有时候我们会跟其他公园里面的小孩子，就是同样岁数的一起玩。我觉得有时候玩具也不用太贵，就是一颗球，小孩子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。OK， 在家里如果有空间的话，你也可以玩传球，或者是稍微踢个球之类的也可以。然后最后一个我要推荐的玩具呢，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买什么玩具的话，美国非常非常夯的蒙特梭利 Montessori 的玩具，蒙氏系列的玩具叫做 Lovevery。其实你可能在架上也有看到，我已经有蛮多的玩具。Lovevery 的玩具呢，都是蒙氏系列的玩具，就不是声光玩具。他们是有一个玩具套组，它会根据宝宝每个阶段不同的发展、不同的设计，每一期它会提供给宝宝最适合的玩具，从抓握、分类、解谜到简单的建构游戏，让小孩子能透过游戏中学习不同的技能。透过我刚才的介绍，其实你也知道，我不是一定要100%都是蒙特梭利，但是呢，我也蛮喜欢蒙特梭利的玩具。先再介绍一下这个 Lovevery 的玩具。你看，它每期会有一本小书，有一个比较大的玩具，它会介绍说你每一个玩具要怎么玩。你这个阶段呢，你可以跟小孩子怎么样的去玩。那像 Lovevery 的玩具呢，我会另外再做一支影片直接介绍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玩具的话，又想要综合的训练小孩子的精细发展啊，或者是认知、感官探索不同各方面的玩具的话，你想要一个综合的话，其实我真的很推荐 Lovevery。我也去联系 Lovevery 他们官方。如果观看这个影片的观众住在台湾的爸爸妈妈，你们想要订这个美国的玩具的话，你可以私讯我，我可以帮你订，联系他们直接寄到你家，或者是由我这边寄过去。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如果你想要订的话，你可以跟我讲。那如果你住在美国，你想要订呢，你也可以透过我在影片的连结，我有一个 discount code， 如果你透过连结订的话，你可以省20块钱美金，那我也会省到20块美金。我现在还在帮我小孩子订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介绍的10款玩具，它们不止好玩，还可以帮助宝宝发展重要的能力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我都一定会回。我现在是定居在美国，我也常常回台湾，也会常常介绍台湾跟美国的更多亲子好物推荐。如果你有兴趣观看更多相关的内容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